大家好，我是小猪。这晚的爱马仕之夜熠熠生辉，极尽奢华。关颖和王思佳以闺蜜之姿现身，关颖带了很多收藏。也是它的扣，还有包皮。哎，等等，关小姐，我没有听清，你刚才说的是包什么什么皮？但王思佳开场就说自己预算没那么多，另外身高原因可能没办法驾驭这个牌子。这两个理由抛出来，相对于关颖展示的许多顶级收藏，自己带的4个包就具备了合理性。另外，他补充，我还是比较偏香奈儿那一挂，爱马仕，但是就是可能我还没有到那个等级跟那个分量。这两句话听着都普通，但连起来就成了一个很好听的矛盾，收敛又豪放，谦卑又嚣张。矛盾本身就自带一种微妙的魅力，像这个又笨重又轻盈的男子，这个小小年纪就一把年纪的男孩，又怎么少得了一脸慈祥的波波女郎？以及这两个又有文化又土鳖的男人，就是矛盾让人心痒难耐的魅力所在。听王思佳说话比看她的假包精彩多了。我觉得思佳的语言艺术够其他通告咖学一辈子。结果当晚，王思佳拿的4个包都出了事儿。世界上有个地方叫小红书，是野路子专家和民间贵妇的集散地。关键是这些人都很闲，闲到数耐克钩子下面的锯齿。真货23个齿，思佳这双21个齿。我觉得思佳这双鞋应该是耐克的弟弟耐磨吧。闲得发慌的小红书贵妇们齐心协力，帮王思佳拉出了一条假货生产线，同时也成就了这场王思佳假货大赏。这个包的锁扣上没有爱马仕的 logo， 可能是因为心虚。王思佳在节目上开包盖的速度惊人，更要命的是，爱马仕根本就没有出过樱花粉、金扣、颗粒皮这个组合的 mini Lindy。樱花粉只有 S 皮，而且不是金扣，是银扣。哎呦，我的乖乖哟，这咋弄耶？愁死我了！这个包连我这个外行人都看着贼眉鼠眼的，包底钉还用了塑料保护套，只有 A 货厂商才会这么贴心。正品盖上包盖后，锁扣不会掉下去那么长，而且包盖角的切割也不会这么宽。这个包正版的把手和包的间距很窄，但是王思佳的这个即便绑了丝巾还是很宽。哎呦，我的乖乖哟，这咋弄耶？愁死我了！这是已经沦为笑料的酷包，香奈儿的限定涂鸦霓虹19 bag， 正品是 Coco， 私家的是酷。可能是因为心虚，节目上他的手会不由自主地遮挡包体，介绍的速度也非常快。而他在介绍从关颖那儿收的这个2手小箱的时候，明显就坦荡多了，不仅介绍了细节，还背着展示给大家看。哎呦，我的乖乖哟，这咋弄耶？愁死我了！这个荧光粉的背扫包更是离了大谱，正品的侧边有5颗镶钻，但是王思佳的只有4颗，菱格的大小和数量也和正品不一样。更诡异的是，背面还掉了1颗钻，估计王思佳最恨的是摄像大哥吧？大家都笨得好好的，你非要镜头拉这么近是要干嘛？王思佳在节目上说这个包但1年后他再录节目，却说这个包的价格，这个差不多快30。说一个谎不难，难的是今天撒了这个谎，会不会跟随的是千万个不得不撒的谎？你今天撒的这个谎，会不会让你深更半夜睡不着觉，觉得好内疚？你今天撒的这个谎，会不会让你再也没有说出真相的勇气了？哎呦，我的乖乖哟，这咋弄耶？愁死我了！这两个香奈儿爱心包和正品明显货不对版。如果一个是因为误差，那这俩 A 货应该是同卵双胞胎，在一个地方拿的货，买1送1或者第2件半价那种。
蓝心湄此刻应该有10000头草泥马在脑海中奔腾而过，豪横办事，真金白银堆出来的时尚品味，没想到晚节不保，和这小蹄子的假包同了框。善于讲故事的王思佳照例给这个包编了感人的故事。我的2个日本朋友，他们就知道我想找这个包包，所以他们2个人就帮我跑了很多家店，送来我家里给我，我就觉得好感人哦。但在其他场合，这个包的故事又是另一个版本。然后呢，有一天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你上次不是买那个黑色嘛？然后我说对啊，怎么？他说有一个粉红色，你要看吗？在思佳月租23万台币的内湖豪宅，这些包摆在占一整面墙的柜子 C 位镇宅，可想而知其他包的品质。我觉得这一柜子的包加起来估计都没柜子值钱。屋漏偏逢连夜雨，除了包被扒，他平时晒的照片上的衣服和配饰也被扒了个底调。为此，思佳连夜删 IG。哥，24K 的，扔了吧。这么些年，思佳靠着假货混了一个又一个通告，双商俱佳，口才好，又是个美丽的女子，总不至于混不下去。更何况大家都是聪明人，谁也没无聊到非要研究你包包的真假，即便是假的也不会拆穿。娱乐圈是带江湖气息的人情社会，得罪人不是闹着玩的。那么多的时尚节目，那么多综艺访谈，都是给这些假货混的。混了这么久，混到了爱马仕之夜，居然混成了众星捧月，以至于思佳险些就把这些假货的来路忘了个一干二净。思佳不是所有东西都买假的，她的购买思路非常清晰，小东西买真的。比如上一集我提到的镜子、拖鞋、钥匙扣，这样会给人一个错觉，小件儿都来自专柜，更何况是大件儿。另外，她的丑包也应该是真的，因为假货只做热门款和基本款，真货有设计师的灵魂， A 货只有公认的血汗。但 A 货也分等级，顶级 A 货多少有点情怀，看着贼眉鼠眼没错，但贼眉鼠眼间偶尔也会透出1、2丝工匠精神。王思佳的有些假包甚至都不是 A 货，他但凡能去广州箱包城走一趟，都不见得这次会翻得这么狠。假包事件后，关颖力挺闺蜜，她说什么我是一句没听进去，因为我的目光完全被她的唇珠吸引住了。关小姐，你这颗唇珠是要出道了吼。每次一嘟嘴，我们的距离就拉近了1公分哦。关小姐嘟嘟嘴，我看这距离至少有3厘米。被拆穿后，思佳放狠话，是假货就什么什么那个代购。我上期说什么来着？人在失态的时候，刻在基因里的密码就会泄露。思佳的精神小妹气质非常顽强的在这一刻死灰复燃。她辛苦营造了那么久的浮夸名媛形象，根本干不过基因。有人说鉴别真假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去门店说要做保养，品牌方会把包寄回原产地，真假也就不便自明。我觉得你这个提议太扯了，这么搞思佳的包估计要发莆田去。奢侈品一直是假货的重灾区，因为人类对虚荣的追逐永不疲倦。It's 4,000. I know. And there's a waiting list. I assumed. 5 years. For a bag? It's not a bag. It's a Birkin. 当年寒门贵妇婉乃买了件华伦天奴的横条上衣，被小红书上质疑是假货，因为正品18根条，而婉乃那件19根。我前面说什么来着？小红书上有一帮闲的没蛋疼的娘们儿，一生要强的大嘴当即就不行了，头不梳脸不洗，炸着眉毛就连夜狂奔国贸。婉婉昨天网上说的这件圣诞节的衣服，就是在Valentino的店买的，10月份我们在这儿买的。我们来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和柜姐来次数条，开始数数啊，1、2、3、4、5。搞错了，再来。6、8、10、12、14、16、18、19。9个。你看。
这是18 18个，这是 S 的，这是阿龙。解决问题了。这个在瑞士都是一段佳话。既然说到完奶这对又富又穷的夫妻，我就多说几句。贵妇王艺之当年采访他俩，毫不客气就挑起了艺术缪斯这个话题。那可能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有才华的画家，他的缪斯是婉婉。这可是晚奶的痛，大嘴的齿。这种提刀直扎心窝子的问法，正经人不这么干。但王艺之不是正经人。你们俩其实结婚的时候挺高调的，网上有好多照片，然后底下有好多人说啊，反正讲挺难听的，我就不重复了，你们也知道，就所谓的黑历史，然后你也选择包容，你那时候怎么想的呢？当下他是以商界大老太太这个食物链上层视角自居，他气定神闲地看着眼前这对双商堪忧的夫妻，表情由愉快变尴尬，变错愕，变慌乱，在语无伦次中全面瓦解。王艺之面不改色，甚至还有种得逞的快意。很多人都把你当成缪斯是吗？有一些吧。你会怎么样去形容缪斯？我不太好形容哎。你试着想想。过了些日子，蔚来汽车发布会，王艺之以蔚来老板娘的身份采访章泽天。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章泽天。本想以东道主之姿压这个小妹妹一道。其实小天特别的卖力，因为每一次蔚来开董事会的时候都是他来出席哦。但稳居他上层食物链的刘太立刻让他知道谁是大小王。其实我是 follow up 后面所有的会议，但是最初的会议是你老公来我们家，跟强东一起吃了顿饭，他花了15分钟时间讲了他的蔚来汽车的想法，我老公花了10秒钟的时间说 yes。 王艺之装逼失败，只剩咧着标志性的大嘴陪笑。再过些日子，刘总夫妻参加活动，东子在台上侃侃而谈。 And where did you get the name JD.com? 我真希望我的太太不在现场，就是但是我必须非常诚恳地告诉大家，她是我第一个女朋友和我最后一个名字，她的最后一个名字和最后一个名字结合起来的。这一席话，东子说的坦然从容，太太在台下幸福甜笑，这笑容跟当年东哥明州嫖娼案发后一样宽容。刘太向来懂事，分得清谁是大小王。世界就是一条巨大的食物链，食物链的尽头是资本。当然不是。说到买假货，谁还没点虚荣心？以收藏家名头在上流社会混的造型师林国基，拿着个贼眉鼠眼的 A 货也上节目。这人是怎么当上造型师的，我一直想不明白。他最该造型的应该是他自己吧。林国基当场被拆穿拿的是假货，他知道自己碰上个硬茬，刚开始还在装傻，后来干脆放弃治疗，最后更是参与到大家一起来找茬的游戏中，玩得很和谐。许维恩被拍到背假巴宝莉，立刻第一时间道歉，说再也不会背了。时尚的进程摧枯拉朽这么多年，走到如今还是互相抄。想解释不如常态。今天咪咪已经取代 fashion 成为小厂子不知道写点什么，但是想写点什么的首选词。据说汉字排序打乱并不影响阅读，换成英文应该也是一样。所以穿阿比巴斯和喝碧血的人都找到了生存之道。买咪咪和妞妞的女孩招摇过市，谁都不嫌弃谁。 Polo 的标手掌那么大，当队长穿呗。新买回来的斑点狗洗衣水点儿一个都没剩，当白狗养不就完了吗？私家，这个世界没迈不过去的坎儿，买假货算什么？和这群爷们儿中的纯爷们儿学学。出轨、吸毒、诈骗、私生子都不是事儿，身段放软，姿态放低，开个记者会，单枪匹马或者拖家带口，难兄难弟或者夫唱妇随，有文化的做个 PPT 也行。既然这大侄儿从乡长一下变成3胖子了，咱就不要照头再给1棒子了。谁一生还不犯点错误啊？没错，犯错误就改，对，改完再犯嘛，是吧？犯完还改，改完再犯，千锤百炼嘛。是啊，人心都是肉长的，
你都这副德行了，谁还忍心揪住不放啊？但可惜的是，思佳的嘴比铁锹还硬，所以有人真和他较上劲儿了。思佳，你说你惹谁不好，非要惹小红书上那帮又富又闲的有钱娘们儿？能背得起针吗？都至少要35岁往上走，正是处于孩子和老公都不听话的人生阶段，而且大概率还月经不调。这帮娘们儿不是人，是一门一门冲天炮。本来就看不惯你这种盘亮条顺、胸又大，还会保养的小蹄子，好不容易逮住一个，可不火力全开使劲轰啊！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人人都虚荣，既然假货横行，为什么偏偏揪住王思佳不放？因为他破坏了游戏规则，又利用这桩破坏盈利。大家都应该讲游戏规则，要不然就没法玩了。那些动辄10万、几十万起跳的名包，是像蓝心湄这种时尚顶咖打拼半生后审美、财力和人脉的证明，是初入职场的小资女为实现一个夙愿省吃俭用很久的仪式感。不吃不喝省10万，买人生第一个名牌包，更是阔太太跑赢其他妖艳贱货、小浪蹄子，稳坐7位后扬眉吐气的勋章。当然，千金是他们永远的拥趸，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分享着一切。以上所有的这些人，紧密地围绕在顶级名牌的周围，形成一堵密不透风的墙，而进入这座城的入场券并不会轻易得到。王思佳用假货羞辱了那些花真金白银为品牌的理念、精神和品质买单的人，做了半辈子艺人的彩华姐，混到今时今日，才混成了古奇的 VIP。我今生今世第一次很荣幸进去这个 GUCCI 的 VIP 里面。其实各位应该早就能看出端倪，他如此疯狂地扫香奈儿，可香奈儿从来没有给他任何的 VIP。蓝心湄和凯文老师也是大意了，他在节目上展示这款流沙包的时候说：“太美了，就是终于有一个包可以丢在沙滩上。”蓝心湄和凯文老师立刻说：“这样不行，这样包会软掉，而且珍珠里面也会洗不干净。”王思佳根本不是真心爱名牌，他只是需要名牌给他带来浮夸感，并利用这些浮夸感获利。他的这一整套行为是简单粗暴、没有仪式感的，而名牌恰恰就代表一种仪式感。当被问到这个包的价格时，有珍珠跟没珍珠的价钱呢，差多少？我们来看一下思佳是如何丝滑转场的。我没有问没珍珠，但是有珍珠的很难买，然后我真的很常用它，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好搭。对普通人来说，假货背后的欺骗让他们更加难以忍受。因为粉丝喜欢思佳，明面上是喜欢她的率真，背后的深层逻辑仍然是出于慕强和爱富。正主和粉丝之间很难说谁更势利，慕强追富原本就容易让人失落，而如今真情实意的追捧却惨遭欺骗，粉丝回踩意味着双重的愤怒。这股怒火和小红书上那些门大炮一样，万事俱备，只缺一个目标。王思佳的崩塌并没有停止，很快她老公也出事。这是来自2016年9月24日的一则新闻。王健林一家3口罕见同框，出席合肥万达城的一个开业庆典，而跟在王太林宁旁边的一个戴工作牌和墨镜的保镖是王思佳的老公。按时间线推，4个月前，王思佳刚刚和这个男人完婚。这位曾经媒体口中做贸易的青年才俊，原来是富豪身边的保镖。再看当年媒体的报道，很多人都认为说她的老公是撞版的苏志燮啦，就是韩星。有没有搞错？东森新闻有够瞎吼！而且你们措辞真的很妙什么叫撞版？明明就是肥啊！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也不是所有的眯眯眼都是苏志燮了啦，也可能是王大治啦，小姐。因为看看2个人只有肤色看起来稍微不一样，还有一个比较壮，一个稍微比较瘦一些些而已。就和苏志燮除了性别外，哪里像了啦？苏志燮要是能听懂国语后，连夜打飞的过来找你对峙了啦。I'm right here 在那儿啊 I'm here
I heard everything. 嗨，我现在在这儿跟你们较这个真儿，我是疯了吗？当年你们说梁鹤群是台湾孔刘的时候，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这款长相十分接地气的男子Joe是美籍华人，在还没有变成保镖之前，他给王思佳的名媛人设贡献了不少素材。那么酒后何乔呢？他是贸易商的富二代，他在结婚之前呢，都是住在北京，而且经常往返中美来从事贸易。听上去的确不错，而且他非常不扫兴，陪着太太浮夸。但是关于他的所有信息也就止步于此了，领英上也没有更多关于他的资料，只知道他曾在18年注册了一个叫优秀的科技公司，营业执照在2年后吊销。除此之外，他的年龄、教育、工作履历一片空白。有时候家长被问烦了，会给孩子说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发现这位何先生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假包事件让思佳形象重创，丢了代言，停了合作，现在又多了个一身谜团的老公。但也不得不说，他的韧性很强，很快收拾心情继续上节目，状态竟然很好。虽然偶有被问到假货事件，瞬间脸上表情很难控制，但也能立即调整。思佳当下的状态怎么形容呢？像这张 B 超诊断，没学过医的人估计看不懂，这是很严重的心脏病。这5条诊断里任何一条拿出来都要命，但是这5个 bug 组合在一起，互相牵制，整个程序就没崩。这个人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如今的思佳靠 bug 运行，竟然也很丝滑。上期我说过，思佳是一众通告咖里为数不多口条好、有节目效果还懂幽默的人。在康熙时代，他的确有过十分明媚又高光的时刻。那么他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是网络时代为了流量货币而不得不追求极致的标签化和人格解构与重组的结果。这也是身处流量时代，一个出身中产的女孩一路拼命向上攀爬的轨迹。流量的世界，如何找到一条能一炮而红的赛道很重要。王思佳尝过浮夸带来的甜头，所以她认准了这条赛道，不惜一切打造极致的浮夸。而另一方面，看客的精神刺激阈值不断提升，也刺激着网络催生出更加黑暗的生态。自媒体人被算法达尔文主义所控制，不得不创造更为极端的人格 IP， 进行更残酷的内容竞赛来满足看客。这场十分惨烈的厮杀，是刺激和被刺激双方不断内卷的结果。王思佳就这样被卷入了这个漩涡，她要维持她创造的浮夸贵妇形象，并且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不断创造新的刺激，浮夸便进而更浮夸，物质就更物质，刻薄就只能更刻薄。除此之外，他没有第二种选择。只可惜流量也是嗜血的，你不拿出点货真价实的料，流量是不会奔涌而来的。于是只能处心积虑包装自己，让奢华成为习惯，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他的财力不足以支撑起他的富贵人设，于是只好剑走偏锋。可是这一回，流量反噬了他。我突然想起，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期康熙调查局，在一片对王思佳的夸赞声中，杨琪突然插了一句：他所有东西都要用名牌，他有名牌控。接着罗姐说，而且他还要用真的，他还不想用假的。对，他不用假的。小 S 震惊于罗姐居然会用假货。罗姐非常坦然认真地说，但有的时候可以用假的呀。我觉得你身上有假的吗？你的名牌？我认为有的时候可以用假的。那句话让我爆。不知道是不是罗姐的这句话给了王思佳启示，为她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引诱着她朝一个危险的方向狂奔而去。我是小猪，谢谢观看，记得订阅哦，下期见，拜拜。